天这一位采访界级的天花板，他就是伊丽静来啦！选手被说不好笑已经很惨了，还要露宿街头，这是人性化？哪有人性啊？夜爬泰山，差点没给我浇死。我说兄弟，你过来，我说咱俩爬个泰山，你查这个安徽的天气预报干什么呢？我很同情无名指，因为他这个名字起得很敷衍，就好比说你喜欢一个歌星，叫什么群星。我倒要看看，你让我怎么露宿街头啊？好刻板的霸道总裁啊！我不会。没事，咱就瞎玩呗。我愿意跟菜的人玩。我来打。拍下来了吗？这个被吃的钱哪儿了？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必须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后面来召集全。今天谁来呢？今天谁来呢？会是什么嘉宾呢？哎，来哈喽，哎，我真的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有2位新人演员来到现场，就是我们戴高正来啦，新人木川。然后呢，另外一位神秘嘉宾，各位肯定都听说过。他这个每回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杵你们家那个八大肚肚，照着家谱问。对，咱们一定要全员稳住啊！这一位嘉宾就是伊丽静。说你演技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尴尬吗？会。最红的时候是那时候？没有，现在你没有过气过吗？这是一个自我安慰还是什么？有人说在杨幂大红之前，你的演技比现在好，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吧？你认同吗？想过退出娱乐圈吗？掌声欢迎我们的伊丽静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很好奇，节目录制过半了，露宿街头几期了2期，才2期呀，一点都不严苛呀。其实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大家舞台结束后会一起复盘观众评论，还是会有一些让人接受不了的声音。第一次听天一段子 get 不到，楚歌节奏太慢，我都猜到梗了。孙玉老师技巧太明显了，只有1颗星。既然大家选择站在舞台前，就需要拥有强心脏去面对流言蜚语。所以说，今天伊丽静老师就是要增强大家抗压能力，来一些灵魂拷问，大家谦卑一些。这让我来做坏人来了？哎，可不是嘛。他就不懂您，他不懂您什么叫坏人，对不对啊？那你说做什么人？做什么人？挖掘真实的人，对，挖掘真实的人啊。对，可以啊，翟佳宁，话接的挺快啊。对，这叫你吓得完了。好，我今天的目的就是锻炼大家的强心脏，让主理人给你们打个样。好，走，咱们去会议室。就是先问大老师呗。哎，您说，参加那么多喜剧节目，你很懂喜剧吗？来了吧？来了。我们是领校园，都是捧场去了，然后我们得先乐嘛，是不是？然后就开心了，大家就一块儿高兴。领校园肯定是领的话就领先一步嘛，就等于说比别人要多懂一些，你才能领校啊。我领校。说白了就等于说你来决定这一段好不好笑。你如果觉得不好笑，他们笑的话就等于说他们没品位。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往哪儿躲？往哪儿躲？
就这么说啊，脱口秀说完了之后谁最懂？就是网上分析的那帮人最懂啊。我就是越觉得钻研什么，越觉得自个儿无知啊，就是这样啊。会左右而言他，然后答非所问，胡说八道，你知道吗？就你只要不想回答的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啊，对。谢谢啊，哇，不容易，不容易。好，然后是小鹿，小鹿，哎，好，你跑了很多开放麦，然后那么努力，是因为天赋不够吗？真敢说呀！啊，我跑那么多开放麦是为了去展示我的天赋。啊，写得快，太多了，得多跑跑，不然消化不了。哇，厉害！女生们学会了吗？大女主的发言，学会了。我已经有些害怕了。哎，周老板，哎，到我了。哎，你这2年都没上班，你干啥了都？我没上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特别想看看这个行业没有我能发展成什么样。结果发展挺好，越来越好。发展挺好。现在认识到自己的位置了，就出来谦卑的接活了啊。这个现在是我能接到的最好的活了啊，没有说节目组不好的意思啊。厉害。对，易老师，不是。我们现在斗胆要开始回问您几个问题了。但是我抖不出这个胆来。然后那个对，有一个人特别会抖，一抖一身胆。然后那个好，由我们翟老师来抖起来。斗胆英雄，来吧。你礼貌点啊。好，叫姐姐。姐姐一直扮演一个人设，您累吗？你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啊。我不累呀，您累吗？俩人在这唠嗑呢，在这儿啊。哎呦我的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回答让您一直面无表情？是过度人设还是过度医美？因为我内核一直很稳呢，所以我可以保持情绪平静。平静的话表情就很少。那你呢？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愤怒？因为我内核不稳呢。我情绪波动大呀，我需要很多愤怒来发泄我自己。已经开始愤怒了。赶紧兄弟！易老师以为能嚼他，没想到翟佳宁入口即化。你看看，认怂就是快啊！行，就应该是这种心理，这就特别稳了啊！对，碰到恶评谁也伤害不了你，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示范已经结束了，那么下面各位，咱们踊跃举手啊，问任何一个你的同伴们，可以是犀利的问题，可以是心里话的问题，互相锻炼一下。来吧，谁愿意第一个？来，好可爱！来，包快！我要吐槽那个张美男。我没有想到啊，兄弟。就是为什么你会露宿街头呢？是因为你嘴里老打磕巴，老吃螺丝，然后动不动在台上一紧张就忘词儿，磕巴嘴。就是我跟易老师问一下，我一紧张其实就是吃字儿，我有时候老吃梗。问题是你真的有梗吗？还是你找理由？我也是多余问。我想问吴鼎和鸡翅，真的，因为他俩是在其他节目上过脱口秀的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已经连续上2年节目，并且证明自己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来？来，为什么还要来？吴良硬气一回。我最起码节目都是凭自己本事上的，你咋来心里没数了你？主理人的示范让我对私语吐槽免疫了，我已经过了伤痛期了，毫无杀伤力。吴鼎这个心态就很稳了，不要害怕别人的质疑。我觉得人真的要拥有不怕被讨厌的勇气。没人夸的时候就自己夸自己。对呀，对。哇，真好！
行，我们要公布本场上场的名单了。大顺，接着是万众瞩目的我们新人木川，戴高照，鸡翅，张美男，呀，各位去改稿、化妆准备吧。加油，加油！哎，怎么了，技师？训练都结束了，状态还这么沉重？马上要上场了，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味儿，有点紧张。要对味，就得向长康100%纯芝麻油学习，纯物理压榨，一点杂质都不掺，心态沉淀得越纯粹，状态才香得更对味。哎，确实香啊，香吧？哎，那这瓶我就收下了啊，我沾点纯粹劲儿。那必须的，晚上好好演，没问题的。有请观众入场。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我没法按稿子来了，我感觉。你要 freestyle 啊？哎，好烦啊！这个啥玩意儿啊？啥玩意儿？来这儿了，那这个时候一般展示哪一种？这句话是真有吗？还是你加的呀？这个能想，兄弟。我不知道。让我们有请最直率的主理人翟佳宁。谢。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脱口秀天花板周奇墨。大家好。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欢乐氛围的制造机大张伟。欢迎各位，大家好，来到我们的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刚才周奇墨先生一出来之后，天花板，大家都会嚷嚷起来，对不对？今天这一位也是天花板级人物了，采访界级的天花板啊，非常了不起，他就是伊丽静来啦！大家好，我是伊丽静。其实这个节目为什么邀请我的话，我一开始不太清楚。然后导演说，因为我很会问问题，觉得我适合互动型脱口秀，就像付航那种。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请付航呢？导演说，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好。他还说，希望我提问的时候更伊丽静一点，比如看到不合理的地方，勇敢真实的表达出来。你们不就想看我直接骂人吗？之前导演跟我说哈，我们这节目不比赛、不淘汰、不残酷，但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这合理吗？别的节目最残酷也只是淘汰，淘汰和露宿街头。导演，您不会觉得淘汰更残酷吧？他还说这是人性化，选手被说不好笑已经很惨了，还要露宿街头，这是人性化，哪有人性啊？毫无人性，这是人话吗？那既然不比赛，也没人淘汰，露宿街头的标准是什么呢？导演说看现场反馈。那这不就是比赛吗？选手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这选手不都是你选的吗？这水准。他们不好笑，露宿街头的不应该是你吗？导演，你觉得这样说够伊丽静吗？
这就是你说的互动型脱口秀吗？现在看，你还觉得我适合吗？你们真是这么好的观众，我头一次遇到。如果都是你们这种观众的话，我也来说脱口秀。但是哈，我为了不露宿街头，去看了互动型脱口秀，去学习一下。脱口秀的互动一般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但我的采访好像很难让受访者开心。一个合格的采访会让受访者重新认识自己，一个不合格的脱口秀会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我看过一场演出，第一排哈有个小伙子，个子特别高，高出别人2头。很难被忽略，那果然被好几个脱口秀演员互动。你长得好高，你喜欢打篮球吗？他说只喜欢踢足球，不喜欢打篮球。他的梦想是踢世界杯。第2个演员上来也薅住他问：你长得好高，你喜欢打篮球吗？他说不喜欢，他想踢世界杯。第3个演员还问：你喜欢打篮球吗？他说是的，我喜欢打篮球。我想听 NBA。我的职业呢是通过不同的问题深挖人物，打破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脱口秀是通过相同的问题反复挖，直到人物符合大家的刻板印象。周奇墨，你长得好高，你喜欢打篮球吗？既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还是得尊重导演，然后和大家互动一下。小鹿，别平身。付航拿了冠军之后说陆姐，你早就是冠军了，你是真正的单口大女主。他这么说你就信了吗？但我信，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脱口秀大女主。你看，你这回真信了。大张伟，回来，没下班呢，回来继续上班。大张伟，你不是歌手吗？你天天上综艺，那下个综艺准备上什么？我是歌手吗？我是歌手。哎呀，这个好好。翟佳宁，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不能落下你。好，翟佳宁，哎，听说你拿了喜单第2季的冠军，你骂节目组、骂观众、骂嘉宾、骂周星驰，你什么都骂。骂完之后呢，你被记住了吗？哎，你看，同样是冠军付航。全网都在说 passion， 你拿冠军，全网都在说翟佳宁是谁？我记住了，下回骂付航。下回骂付航。周奇墨，哎，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还又来一遍，还有一轮吗？周奇墨，这么久没参加比赛了。你还撑得起天花板这个名号吗？靠什么撑？你的身高吗？你长这么高，你喜欢打篮球吗？听说你拿了冠军之后很少接商务，哎，这节目真有意思这嘉宾人选，有的人不想接。有人没人找，哎，可是冠军怎么会没有商务呢？翟佳宁，
没事啊，不用回答，我就问问。谢谢大家，我是伊丽静。你就安静，棒棒棒！哎，怎么样，小鹿啊？您是第一次现场看伊丽静老师的这个脱口秀吗？啊，是易老师每次的节奏非常好，然后那个笑点的拿捏也是很精确啊。然后也想问一下易老师，这次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呢？因为平时您其实更多是做深度的访谈嘛。对，我们这个节目没有什么深度啊。这不就是因为这节目没深度，所以靠我来。我终于等到您这样的人了，因为之前我们 Q 所有嘉宾，包括像我们大宅说你必须要真心真意的，然后犀利的点评，没人敢。这一次我们这些新人演员们，他们就坐在那儿，就是他们，掌声在哪里？他们挨个要演出了，希望能得到您最独到的这种点评。你们能听出来吗？大张伟在给我挖坑，坏人让我来当，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您来平坑啊，把这个坑平。因为我觉得您虽然不是干脱口秀这行，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种天然的、天生的天才，就知道那个语言节奏该怎么，就是那种感觉。别人只能模仿您，成为不了您，您知道吧？大家都是这种感觉。但是我想说，一个这个脱口秀，您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感觉它真的仅仅好笑够吗？我觉得好笑就够了，就够了啊。对于喜剧类节目的话，如果不好笑，它就是不合格的。我觉得这是最底的一个基础，对吧？好笑就是唯一标准。各位也看见了，我们所有朋友们拿我们这个所谓的最可爱的意见卡。所有演出结束后，根据您自个儿的感受进行打分。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10场演出之后，4星以上达到70%，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好嘞，那么下面马上易老师第一位新人演员就要出来了。好，这位演员是我们长沙本地的，哎，各位看见他会非常亲切。这位小选手，这位新人演员就是我们的大顺。大家好，我是大顺。我说实话，我一开始过来作为新人，其实压力巨大，那是最累的一期哎呦，喝死我了，掐得我都不要长沙话了。但是还是很期待能多讲一点段子，好好在舞台上表现，就觉得来了就得上，你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不要那么多顾虑，来了就上。就是我们这位新人演员，就是我们的大帅。其实我不光是咱们长沙妹坨哈，我在长沙还有个响当当的 title， 我是咱们天心区高圆圆。哎呀，这边是给面子的，这边有点冷静哈。那个眼镜哥，好不好？单独给他一个福利好不好？姐姐走近给你看一下。哎呀，还是希望有一些颜粉啊。姐姐走近看五官确实还可以吧？可以哈。她长得一般，是有点漂亮，是有点漂亮。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吧，我太爱漂亮了。有一次我家楼下起大火，然后我在逃生的时候就拿起了我认为最重要的3样东西：袜子、帽子和口红。是当时事后我的朋友们也跟你们一样的，听到这个都笑疯了，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说这3样东西是吧，是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即使你不知道什么是救命的，但你至少拿值钱的吧。而你这个年纪，家里应该有一些什么金银珠宝，是不是？他们最后就说你就应该拿精气。哼，我说我拿的是精气神。还有什么是比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要给自己提气色？
哎，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呢？是不是？你希望自己活得漂亮，我希望自己死活都漂亮。漂亮，漂亮。为什么今天想讲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在我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是不敢爱漂亮的，啊，我有那个打扮羞耻症。后来长大了嘛，有了一些这个爱美的意识哈，但每次只要我稍微就是鼓起勇气，就是稍微那么打扮那么一下，一定会有男的先看出来，然后看到一定要喊出来，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啊，就会开始大喊：“哎呦，大顺今天化妆了。”我能怎么办？我每次我就解释，我就说：“哎呀，没有嘞，我就打了个底，涂了一点口红，我全妆。”我脸上所有的五官都重新装修过一遍了，但我不希望有人播报出来，对吧？我希望我的今日份漂亮是一场不言而喻的共识。但是当时那种就是还是很尴尬，我为了缓解这种尴尬，哎，我也用当众播报的方式，哎，我也报复回去啊，我也阴阳怪气的对一个身材普普通通的男孩子，我也喊，我说：“哎呀，最近有偷偷去健身吧？”他的反应是，这表情太绝了。被你看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一定还要展示他身体里的一坨肌肉。一般他又来劲儿了，他又一定要展示。那么这个时候首选哪一坨？肱二头。哇，女生都知道，你们是被安利过是吧？是，就是肱二头，就这个地方，肱二头肌，对吧？他甚至他真的会向你安利起来。他说：“哎呀，来来来，摸一下，很炸，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摸一下，摸一下。”发现没有，全身上下只有喉咙在那里用力。就没有用，根本没有用，你防不住，你也伤不到这些人啊。但是，哎，我后来我又想到一招，我说那我可以，先下手为强啊，就是在他们播报之前，我可以提前给自己预告。是不是？我每次我有什么漂亮大动作了，哎，我就提前一天，我就等那种人最多的时候，朋友们都在的时候，我就那种漫不经心的啊，平地干拔。哎呀，明天要不要去植个假睫毛嘞？很突然，我知道，但是他们的反应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把消息放出去，不断的放出去。他们问吃什么菜，我说明天想织假睫毛。他们问去哪里玩，我说明天想织假睫毛。他们问去哪里织假睫毛，我说那就管得有点太宽了。其实也应对不了，对吧？然后大家也听出来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解这种打扮羞耻，也是后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就突然想起来，哎，那要不然自信一点呢？还可以自信呀。别人对于我打扮的这种点评也好，点破也好，我现在都能平常心。我甚至觉得，就是因为爱美带来的一些这种容貌焦虑啊，或者身材焦虑啥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甚至很有必要。但是有多必要，就是一个问题了。Be or not to be， 文化程度低是听段子有点吃亏了。这一直是个问题啊。然后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抓大放小，就不要老盯着一些那种过于细微的地方去焦虑，尤其女生很容易这样，对吧？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姐妹，她真的高高瘦瘦、漂漂亮亮，是我们这群姐妹里面第2漂亮的。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们那天在吃麻辣烫，气氛很好，她突然她说：“哎，大顺，哎，你帮我看一下。”她说：“哎，我耳垂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胖胖的？”
耳垂。他不说我都忘记这个器官了。而且他能有多胖，对吧？他能有多胖？我说怎么了？是走在路上有人拜你吗？如果他只是肉肉的，就真的没有必要焦虑，对吧？那么，什么是我觉得有必要的焦虑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点这个小肚子，对吧？啊，都有。然后很多人就开始焦虑了，就觉得自己哎呀好胖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普通身材，只要你坐下来，我们这一圈肉都会怎么样？哎，溜下来。它都会留下来的，这个就叫做腰椎间盘赘肉突出。但我后来长着，我就发现我这个肉啊，它不光是它能留下来，它还能抬起来，这就有点冒犯了啊！我当时也没注意啊，直到后面啊长到最后。我有一天也是这么坐着，我就感觉我那个小肚子，它这一块它勒得慌，不应该啊，怎么会勒呢？然后我就仔细的感受了这块，我就发现我那个内裤啊，它在卷边。朋友们，这才叫内卷。而且我还试图用手把那个卷边啊，我给它搓回来，它就卷得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呢，确实可能是太胖了，然后其实也挺影响健康的。我的感受就是先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再漂漂亮亮的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很多男孩也开始爱漂亮，可会了。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男孩啊，一开始我们一起做方案，后来一起做项目，现在一起做指甲，关系可好了。总之啊，就是朋友们多敷面膜，少贴标签，咱们都大大方方的爱漂亮。我是大顺，谢谢大家。大顺，大顺，大顺，大顺。真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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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刚才看演出的时候，伊丽静老师在旁边都已经禁不住说：“哇，太好玩了，是不是？对，太有意思了，好喜欢。”谢谢。但我通过大顺的这个脱口秀的话，我知道了，就是什么叫互动型脱口秀。你好松弛啊！哎，我有一点很好奇，就是你真的之前有打扮羞耻吗？是的，因为老被点出来，没有女孩会想被点出来，对不对？哎，我没明白，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说，哇，画了新的口红，好漂亮，这个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我告诉你区别就是，你可以直接赞美我的劳动成果，对吧？你说好漂亮，我就可以是吧？因为我也是这个预期，但是你不能点破我的偷偷努力。啊？你不能说，哎，大顺今天画口红啦。谁呀？不能这样。我理解大顺说的那个，其实就是你可以赞美，但是如果你阴阳怪气，而且比如说点出来说，哎呦。画这么重的眼影，今天要干嘛呀？对，是有点像，就是大家都在准备考试，然后你在那儿复习的时候，别人说哟复习呢，看书呢，你说什么？我看会儿棋，休闲一下，阴阳怪气。对。哎，可是听上去这是综艺节目的一个常态啊。你戴假发片了，来，这给摘了，来，这增高鞋垫儿，哎来，大老师戴假发片了吗？我没有戴，哦没有。你看看，来，好嘞啊！那男生会有打扮羞耻吗？他就是啊，会吗？翟佳宁，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是一起录完节目，然后他要去开放麦之前，他问我借那个卸妆油，把自己妆卸了才去，因为他不愿意让观众觉得他是为了开放麦化妆。不是，我就是不想让人看见我化妆。我不光我有化妆羞耻，我都替你们化妆羞耻。啊！我认为人就不应该化妆。不是你不让观众看你化妆，那怎么这节目播出以后你打马赛克你那脸？知道了，翟佳宁，
你应该还是工作太少了，化妆太少了，不习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那易老师呢，会有打扮羞耻吗？我有过，但是阶段已经过去了。就像大顺说的，慢慢找到了就是一种解救方法，解救自己的方法，让自己更自洽。说白了就是，所以大顺刚才说的脱口秀，整个脱口秀里头，我就觉得那些内容真的就是女孩身边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说实话，有感同身受的那种状态。谢谢，谢谢你。好吧，谢谢大顺。大顺开场开得非常好，因为他的舞台状态也是非常松弛，那种亲和力和那种舞台感染力特别强。大顺就体现了脱口秀演员的一种创作的初衷，就是挖掘你内心真实的一些焦虑。他就是把他内心最深焦虑写了出来，然后用段子的形式讲出来，处理得也很好。第一位可以哈，没让您失望，甚至有惊喜。对。第一位没有失望，第二位我们也不知道失望不失望，因为我们也没见过。这是新人中的新人，有请我们的木川。突然间这么多摄像机对着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啊。公布上场名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什么感受呢？演出再加上跟这么多的人待在一起，对我来讲压力挺大的。就是我是人一多，我就会开始。表现的没怎么样，但是我心里会缩。这个场子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熟悉，我可能需要稍微让自己注意力集中一点。因为我平时都是需要每一天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独处的人。你感觉有效果吗？没啥效果，所以就找了个单间自己待着，然后背稿。根本接不住，根本接不住。瞎溜达唱歌，把自己的段子变成歌。有请我们的木川。叫木川，是个东北人，也是东北的演员。我在台上的时候，帽子会压得低一点，大家能看到，可能是看不到我眼睛，是因为我的眼睛有点问题，比较畏光。这个强的射灯如果一直打在瞳孔上的话，眼睛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之前出现过一次舞台事故，刚一上台自我介绍完之后，然后就流下了2条悔恨的眼泪。但各位也能感觉到，这个形象其实并不是什么讨喜的形象。之前也因为戴着帽子闹过一些误会吧。之前也参加过一个上海那边做的一个脱口秀类的节目，然后找我过去。去了之后，那个导演组要给每个演员定人设，那个导演看了我一眼，给我定了个装男。我那会儿岁数也小，不太懂事儿，我说不难啊。我也不是说接受不了这个人设，我接受不了的是我本身是个东北人，它是个上海的地方节目，真的只有上海本地人才会看。各位能想象一个东北人在上海人做的节目里面装？我说咱这是不是有点太装了？也没有走，因为确实当时岁数很小，就满脑子想着说证明一下自己，但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那个节目除我之外的其他选手都是那种非常正能量的人设，热爱生活的外卖小哥，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励志的聋哑人女孩，到我死装一男的。录制那天也巧，在我前面表演的就是这个聋哑人姑娘，我根本接不住她。她怎么讲呢？她是跟 Siri 演了一段双簧，就是 Siri 的声音给她合成台本，她在前面对应着做手语，看起来就是这样。大家好，我是一个聋哑人，但是我没有放弃脱口秀梦想。底下观众，so sad。细节啊，上海观众他们都讲英语。张绍刚是评委，听哭了。一段真人秀之后，观众也哭了，我也该上台了。我上台之后跟个傻子一样，底下观众真的都刚哭完，就红着眼睛盯着我，那个眼神就好像在说至少你还能说话。淘汰了，然后就回家了。回家我妈拉着我去看那个节目，一整季3个月，一期不差，完全没有我的镜头，
全被剪掉了。哪怕那个聋哑人姑娘进了决赛，她决赛内容非常的厉害，她说话了。科普一下，聋哑人其实是本身是可以说话的，只是发声可能没有各位那么标准。但我妈不知道，追了一整季是那个女孩的铁粉，她说话那个瞬间，我妈整个人疯了，当时，She did it， 我说。什么时候背着我拿的上海户口？各位，你知道我讲这个段子，其实也不是说我这个人不装啊，我也装，但怎么就能一眼装？就一个人在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往这儿一站就是个装，怎么我上辈子是个兜嘛？你知道，其实大部分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包括这帮演员，其实对我第一印象都是比较装这一块的。我问过一些我比较熟悉的朋友，为什么会给他们造成这种第一印象？他们说第一次见我，我会给别人一种自己觉得自己很帅的感觉。我没觉得，我是笃定。就所有男生，但是客观上讲，知道自己长成什么鬼样子，但我们主观上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帅，都不是那种普通的帅，大帅。但是这里说的大帅肯定不是王嘉尔的那种大帅啊，他更像是那种就是张作霖的那个大帅，你懂吗？我觉得每个男生可能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帅，就是很容易被那些比较帅的东西吸引嘛。前一阵迷上了一个运动叫公路车，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他当时推荐我的时候，因为说的太美好了，他说骑公路车就像谈恋爱，公路车会像你的女朋友。我当时其实不太敢苟同，因为我谈恋爱不会把女朋友锁树上。但等到我去买车，我其实是能理解的。我去了家店，我在那儿看好了一辆车，价格大几万，大几万的自行车，各位没有人会把它锁到树上去的。我可以让他睡床上。他可以把我锁树上。店员在那问我：“先生，您怎么看？”我说：“我再看看。”他没有懂我的潜台词，还是在那儿劝我。他说：“先生，这个车它可是全碳纤维的，它可是碳的。”我说：“怎么着？它能点着了起吗？”他这会儿才意识到我根本没有这个购买的能力，问我您的预算是多少？我说2000。他白了我一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购物的时候被这种店员鄙视过或者白眼过？我是真的没有遇到过，我就非常下意识地问出来了。我说：“你干啥白我呀？”因为我当时对于自行车的价格理解是2000块钱，我啥自行车买不着。但对那个店员来讲是2000块钱，你要啥自行车？没有买那个牌子，真的买不起，那么贵，开什么玩笑？买了一个国产的牌子叫捷安特，然后也花了我2万块钱，我能力的上限了，蚂蚁花呗分了24期，到现在没还完。这帮演员最近出去叫我吃饭，我都不太敢去，问我你最近忙啥呢？我说在还车贷呢。但其实还是蛮推荐各位可以去尝试骑一骑这种所谓的碳纤维的自行车的，它确实会比那种钢架的自行车骑行体验会好很多。但我可以理解你可能为了减重，把这个车的车轮、车架、车把手做成碳纤维的，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为什么车座子非得做成碳纤维的？真的太硌了，骑久了超级疼。会疼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夸张，有时候其实自己开始害怕了。我说车座子该不是掉了吧？我说。各位，你们要再出去看有人骑自行车的时候，他骑着突然之间站起来，真的不是在耍帅，就是到那个阈值了。再不站起来，可能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我还把这个事儿告诉了我当时推荐那个朋友，他说都这么疼了，你为啥不穿个骑行裤啊？我说还有骑行裤吗？我搜了一些骑行裤，骑行裤是我这辈子见过设计的最简单粗暴的东西。它保护屁股的逻辑就是在你屁股的位置缝了个垫子，换句话说就是又在你的裤子里缝了个车座子。买了，没招只能买了。
买了一身那骑行服，大家应该看过的吧？他们夏天穿那种衣服，对吧？又变态又合理的。它很合理，它考到很多，考到透气性、摩擦力、排汗性等等等等等，但真的有点太变态了，会不会有点太紧了？会不会有点太紧了？紧的好像奥特曼出任务忘带头盔了一样。就你知道我穿这身衣服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啊，考虑的早就已经不是屁股疼不疼的事儿了。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我手边必须得有个自行车，共享的都行。我知道这么说是没有那么直观的，我知道没有那么直观。其实本来是想穿着来讲的，他们节目组不让。他们说穿这个衣服走在大街上，长沙的话可能就不是露宿街头了，可能就是上了另外一档节目《守护解放西》了。到时候谢谢各位。木川太棒了，哇塞！第一回来哈，我感觉真是深藏不露了，因为他不爱说话。对，木川，你讲了多少年？跟大家介绍一下呗，自己。我应该是19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讲，讲了7年了。哦，你讲了7年了。您说这话真的很讽刺。下一句不会是完全看不出来吧？能看出来。看这臀型，能看骑了几年了。对，其实我前面的时候是我，哎，这能说实话吗？啊，您在问自己吗？伊丽静问自己，我能说实话吗？不是，就不是，又不是我的节目，我的节目肯定必须说实话。就爱听实话，我就当自己节目录了啊。行。哎，小鹿，往那边点，这儿剪得干净一些。来，因为咱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躲远点儿，别误伤了。来，对，这样剪来。老师，我先说一句啊，我是真的非常喜欢你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你看看，木川厉害，知道认怂。你觉得自己幽默吗？还好。就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是在做喜剧，但你要硬说在生活里我幽不幽默，我觉得我不幽默。哎，你自己对这个段子的满意度是什么样的？还行。那你为什么拿上这个舞台呢？现在还喜欢叶丽静老师吗？凑合吧。非常到凑合，就隔了2分钟。木川，你知道吗？刚刚你在说别人觉得你帅，你说什么，你说出的2个字笃定的时候，伊静老师嘴里叨了一句，说好希望这枪是真的呀。是不是？你刚才在说什么？我能打他吗？对。没有，这其实就是想为你捏爆梗，捏不动，你知道吗？谢谢。那么谢谢木川，谢谢下次表演。木川这个也值得是5星了，绝对是5星了。那给你今天你打个分，1到10分，你打多少分？7分。其实7分可能3分扣在前面。木川还是很厉害的啊，就是说这些笑话的点，还有他自己的这些经历讲的都挺好的。我也特别盼望木川后边能多演出，因为他应该是深藏不露，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能够表现出来。闲鱼便宜，闲鱼即是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什么？他来了！所有的女生朋友们，你们的嗓子，你们的热情，你们的眼睛，你们即将爆炸！因为下面来这一位是我们整一季颜值最高，他还是一位霸总，有请戴高炸。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小戴，平时演的霸总比较多。处心积虑3番5次的接近我，你有什么目的啊？如果让我发现你耍我，你就真的死定了。我一辈子出自现在时，将来也是。哇，好帅啊！你坐这，这里镜头多，走开，快点，走开。坐这儿，来，我第一次有一种被真抢的感觉，他把我们所有的镜头都抢走了。还行吗？陪你8年狗。行吗？这老帅了。帅有啥用啊？这脱口秀。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吧，借着脱口秀这个机会啊，打开自己喜剧的赛道。希望大家期待咱们小戴的脱口秀的首秀。热情了！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演员戴高正，谢谢。可能呢，大家不太认识我啊，但一提我演的作品的名字，大家肯定还是不知道。我呢，主要演一些短剧，是一个演员啊。大家看我这一身，你们觉得我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么显而易见吗？你咋不说我是中介呢？大家没有听过总裁来讲脱口秀吧？啊，今天我从商界跨到脱口秀界，那也是属于一个大的跨界啊。既然总裁来到脱口秀的舞台，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发钱。没带钱发件衣服吧？我最忙的时候呢，一个月啊演了10来个霸总啊，要爱上10来个女人，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女人，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其实呢，演霸道总裁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霸总裁呢都有一个特点，叫做 PTSD 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拿我演的角色举例啊，顾总缺母爱，副总受虐待啊，杜总怕电梯，戴总还怕鸡，搞得我都有点 PTSD。这2年啊，霸总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风气，就是不爱穿上衣。我在刚开始演短剧的时候，我也不理解，怎么什么角色都要脱上衣啊？打球的戏脱，喝酒的戏脱，就连在家吃个饭也要脱。很多观众说呢，我演的霸总啊，就6个字：脱一脱，亲一亲。我承认，早期的短剧啊，吻戏实在是太多了。无论什么剧啊，只要是总裁跟女主遇到了问题，解决方法全部是吻一下。女主说：“我怀孕了。”我唰就吻一下。女主又说：“我其实是你的杀父仇人。”我说：“不，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的工作啊，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处处吻。吻戏太多的情况下呢，男女演员都很尴尬。其实呢，我也特别不好意思。更尴尬的是，我的父母也会看到这些。我家传统到啊，小时候看电视，看到男女主一接吻就会调台的程度，所以连我爸呢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介绍我的职业，他对外只能说我是靠嘴挣钱。那有了解一点的亲戚还会安慰我爸，不丢人，不就是干脱口秀的演员吗？其实演到现在，我也有一些反思，我是不是演霸总太久了？我决定开始演皇帝了。哎呀妈呀！哎呀！皇帝，霸总的天花板。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皇帝进山那需要裸着上身呐。这位爱卿，把朕的衣服还给朕。怎么？你不帮朕宽衣，你是想把朕的龙袍放在闲鱼上卖呀？因为我答应过我爸，我会把我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谢谢大家，我是演员戴高正。爽！哎，谢谢。哎呀妈呀，慌死了！不可能，你演的多自信呐！爆发力好强。是，各位要知道，这位优秀的戴先生啊，他大前天知道了稿，第2天就去开放麦演出了，第3天就来这儿演出了。哇，不成啊，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没有，因为前面2个前辈呢，包括易老师都讲得太好。我说，如果啊，今天露宿街头80%全责在我。不可能，我们今天露宿街头也是在法拉利里头，是不是？没事啊，我答应下了。如果今天露宿街头，我开我的这个车队来接一下啊。哎，那您那个平时会看短剧吗？看过，就是好奇，就是我会在想说，这怎么完全没有过渡的，就直接到这个情绪，就刚才跟他演的似的，游成这样了，我这报工伤真的是导演啊。你这么好奇，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胆儿太大了！有请易老师，有请易老师。他俩还挺搭的，像妈妈在喊。哇塞，现场拍短剧，合同里没这趴呀。易老师，还有能比你更好的去游记吗？我只是毅力劲，不是洗涤灵。对。我准备了一段稍微也没有那么大难度的那个短剧视频。行，我们先看一下。哎呦！整个江城到处都是想要杀我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过。哎呦喂，真光着呀！我倒要看看。No， 小戴，我好想看你跟易立竞说女人，你在我这不敢相信，人类奇迹。我感觉今天演完5星能变成100%。哎，对，没有，来，咱们来吧，男人。
个女人。整个笑街都是想让我去露宿街头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我倒要看看，你让我怎么露宿街头啊？好刻板的霸道总裁啊！没有，谢谢女人，谢谢。冒犯。小戴，这一段佩服你，佩服你。你刚才那一段感觉在逛蜡像馆一样，也不敢碰。我说实话，演了那么多总裁，刚刚那一刻我慌了。我本来自己以为抖了个小包袱，拿一个镜片擦易老师眼镜，结果易老师那眼镜是个无片眼镜，就只有光，我感觉我擦人睫毛了。我在刚才的表演里看到了很多惊喜，因为短剧的呈现需要很多信念感支撑。他在现场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不只是语言表演，还有形体表演，真的好有勇气，好有信念感，我真的很佩服他。希望就是说，你看今天这个又尝试脱口秀了，其实也是一种表演。然后后边呢，越来越努力，然后让自己各种各样表演精益求精之后，登上大荧幕、大舞台，好不好？加油！谢谢老师们，谢谢，加油！别走！看到没有，新人演员们，人演完了出，女生说别走，想多看会儿。什么时候碰见过这招的呀？拜拜！快走！快点！这样吧，下一个也是个帅哥，要不我等他一起来。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这样吧，下一个也是个帅哥，要不我等他一起来。这么着，你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太适合你介绍了。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下一位帅哥，全场唯一真美男，欢迎咱们的美男张美男来了。我先亮个相。好嘞，你下去吧，又没人看我。Hello， 大家好，我叫美男，欢迎你们。戴高正，天哪，干点啥不好啊？要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你倒是别脱呀，光着眼走大街上说皇上你怎么没穿衣服呀？这是我的新衣服。厉害！我喜欢这样的朋友啊，聪明又勤奋，但是身边这样人很少。不要跟那种愚蠢又勤奋的人一起玩，真的，尤其是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旅游，知道吗？我有一个兄弟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哥，我查了天气预报了，这2天泰山晴天，咱俩爬个泰山看日出去呗。”去了，夜爬泰山。咱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发明出来的，晚上爬，啥都看不见。爬得特别纯粹，你知道？我说这跟戴个墨镜去爬楼梯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我兄弟说：“哥，你别着急，我早有准备。”他从背包里边掏出来一个探照灯，戴我脑袋上了，特别亮。我成了整个山上最亮的仔。不光我亮，我看谁亮。我们两个是从泰山脚底下红门那个位置出发的，山脚底下很多卖拐杖的，2块钱一根，其实很便宜。我在那买的时候我还担心，我说这个东西要是不会用怎么办呢？上山就会了，特别自然。那个拐杖拄的哪里能发上力，完全身体本能反应啊，不用学。而且我建议各位，如果你去泰山玩的话，一定要每人都买一根拐杖啊，性价比可太高了。我下山之后第2天啊，在家用了1天。我们两个从红门大概爬了个半个多小时，看到前面很多人，我兄弟说：“咱们是不是快到山顶了，哥？”我说：“那写着呢，叫检票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检票口设置那么远。后来我问了一下啊，人家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啊，他们是为了给一部分人后悔的机会。我说我的这个字典里边就没有后悔2个字，啊，出发。大概又爬了半个多小时，会到达第一个休息的地方，墙上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木头的牌子鼓励你，上边写着你已经前进了1/7了，请继续加油。当时咱这个脑子里啊就一个想法，我说把我字典给我拿过来。把那个后悔给我加到那个第1页上去。想不清楚为什么1/7要鼓励我一下子。如果真的写一个1/5、1/3、2/1，我都能理解。1/7，他都除不开，你知道吗？我说兄弟，咱俩放弃行吗？咱俩不爬了。我那个兄弟说：“你别放弃啊，哥哥，我还带了法宝。”他从背包里边掏出一个大音响，开始播放杨超越的《燃烧我的卡路里》。各位听过那首歌吗？听过。他外放，声音特别大，你知道吗？第一嗓子喊出来“燃烧我的卡路里”，我这身体充满了力量，我赶紧往山上冲啊！我想甩掉他，甩不掉。他练过体育，自己背着音响放上歌就冲上去了。我旁边还站一姑娘说：“呵呵，这也太帅了。”我说：“帅哪儿了？这就叫彪啊！这在我们村连媳妇儿都说不上。”那个姑娘说：“你说话就说话，你看我干什么？你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了。”这个爆了。但是我是靠自己努力往上爬的，爬了将近4个小时，爬到一个叫中天门的位置了，非常累。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兄弟，你到哪儿了呀？”他说他到南天门了，就是快上去了已经。他跟我说：“哥，你别着急上来啊，这个南天门在下大雨呢。”我说：“你在说什么呢？你不是查了天气预报了吗？”他说：“哥，那个天气预报不准，但是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准的啊。”我说：“我特别相信你啊，兄弟。”因为从他那个手机里边，我能够听到他还在放歌，单曲循环，什么就那个白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各位没有去过中天门，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休息区，特别大，全都是卖方便面的。当时我已经爬了将近4个小时了，
我说我吃1桶能怎么的呀？不够吃。真不够吃，又吃了1桶。凌晨2点吃2桶方便面啊，晕碳。吃困了能理解吧？就想找地儿睡一会儿。我那个兄弟又给我打电话说：“哥，你还是上来吧。我刚才又查了天气预报了，他说凌晨5点说天就晴了，你上来正好能看到日出。”我说来都来了，就差一半了。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凌晨5点爬到南天门了，雨更大了，狂风暴雨，差点没给我浇死。我说兄弟你过来，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从哪查天气预报啊？他给我看他的手机，我都懵了，你知道？我说咱俩爬个泰山，你查这个安徽的天气预报干什么呢？那能准吗？他说哥你别着急啊，你看你都出了这么多的汗。我说第一，爬这一段累；第二，这个灯热。我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知道吗？他说哥实在不好意思，我带你找个地方避雨吧，特别安全，我都看过了，真的没想过这一辈子在厕所睡了1宿，真安全。但是最后还是奉劝各位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爬泰山的话，有能力坚持一定要爬到山顶，风景确实不一样。有人爬上去过吗？有。看到日出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凭什么？有福气。因为大部分人是看不到的啊。我跟你们看不到没关系，给大家分享个知识点，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在那个山顶上有一个庙，叫泰山奶奶庙，据说特别的灵啊。因为我刚才爬上去啊，就近磕了一个，许了个愿，出来之后我兄弟跟我说，这个庙啊特别灵，如果愿望实现了，一定要回来还愿。我又赶紧去磕了一个，我说奶奶你好，撤回一个愿望。还好反应快，要么过了2分钟撤不回来了。我兄弟过来跟我说：“哥，我跟你说件事吧，下次咱俩可以坐缆车上来。”我说：“你早干啥去了？”真的，我费尽心思不如他灵机一动，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多聪明啊！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在那个山的脚底下。”也有一个泰山奶奶庙。他说：“你想求点什么吗？”我说：“我求求你了，你把那个破音乐给我关了，行吗？”好，谢谢各位，我是美男，谢谢。美男接在戴高真后面，开心不？开心，他就是主观的好看，我是客观的好看。没必要互相贬啊，就自信。这是你真名吗？身份证上的？啊，真名。身份证上的？对，确实家里取的时候也没跟我商量。那你出生的时候你多漂亮啊！可能也是家里的希望啊。我怀疑是因为你出生的时候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婴儿，就自己怎么？我其实原来还挺好看的，我原来我在19年的时候大概120多斤，现在203。因为现在胖了也挺好看啊。刚才你说胖了之后也挺好看，观众说啊，审美要多元好吗？对，多元，好，多远呀，这孩子，你看这那么远。要多元有多元。刚才你说日出这事儿的时候，易老师说他赶上了。
对，就命这么好，你羡慕不吧？羡慕，我真羡慕。我那会儿在山上还录了视频，真的啥都看不见。哎，你是个旅游博主吗？还是你第一次旅游啊？这是？他是旅游博主。对对，我旅游博主不知道高海拔的地方和下边的天气根本是不一样的。我太相信我那朋友了，主要是。你不是相信朋友，我觉得你这是你的知识盲区，这是你的知识盲区。赶紧道歉。给自己道歉。对不起，老师，我脑子有病。你怎么可能是旅游博主呢？爬那种山你都不拿登山杖。因为我不是为了去爬山，其实是因为我想看日出。最早我们所有的解释都很无力，你知道吗？你这是伪旅游博主。易老师今天是来打假来了，打假一个旅游博主不旅游。对呀，要不然你现在这样，你把旅游博主这个 title 去掉的话，你现在下边所有的话都成立。一个旅游素人。我也没说自己是旅游博主，就是喜欢旅游。那谁说的他是旅游博主？他是旅游博主。啊，对，等。因为当时想过当博主，然后当时自媒体上做到了73个粉丝就不涨了。哎，你看，那就是朋友圈兄弟。我觉得你还是说脱口秀吧。我觉得你说脱口秀可能比当旅游博主有天分，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贱的。就是那种特欠揍的，然后但又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还有他独特的自己的那个叙事对他那个风格、那个气质，对，超级好，感谢美男，好厉害，好厉害！我给自己打9分吧，我觉得挺好的了，有一点点这种小瑕疵，也是每次在现场这种表演也不可避免的。段子很舒服，就特别是探照灯那个埋的那个梗太妙了。戴总那一趴也太难接了，结果他上来那几趴，临场和接的那个皇帝的新衣，那也太好了，那也太好了。下面要上场这一位演员呢，在上一次的表演，我们都认为是冠军级的表演。虽然这个人之前参加这个脱口秀节目很快被淘汰了，但是他在这个节目的表现，哇，那就竖大拇指。所以这一次非常期待他的表演了。这位就是我们能够对小事有不断挖掘幽默的鸡翅。我是鸡翅，这次上场没有以前那么紧张，因为最近我慢慢能感觉到在这个演出里面越来越有自信。真好，鸡翅真好，真好。谢谢。我就是需要确认大家是对我感兴趣的，大家是喜欢我的，我就会有信心，更加从容的去做我的表达。这位就是我们能够对小事有不断挖掘幽默的鸡翅。Hello， 大家好吗？我是鸡翅，再一次感谢你们，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辛苦大家了，我也是没成想能在看到戴高正之后，看到张美男。就朋友们，你们刷短视频总是不知道下一个会出来什么脏东西，真想把它刷回来，你知道吗？没有必要。其实我这次是第3次上台，我还是蛮紧张的，虽然真的也参加了一些脱口秀节目，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就不会耽误你们太多时间，第1轮就淘汰了，属于是快闪脱口秀，你知道吗？真的淘汰的很快嘛。最近1年就到处体验生活嘛，你知道，想找点正反馈，我就很喜欢在我们广东那边去刮痧，真的刮痧太有正反馈了，因为我这个人湿气特别重，那个师傅每次刮我的背的时候，都会跟我说一些鼓舞人心的话，就那种小伙子，你一下子就红了。红的也太快了，真的挺难受的。但我知道其实很难红了，很难红。你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没有哪个明星管自己叫鸡翅，太幼稚了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好吃是好吃，但很难尊重你，你知道吗？管我叫鸡老师是不是有点？更过分，我来长沙录节目，有人管我叫鸡别，我说。鸡翅这个名字真的很难登大雅之堂，你知道吗？真的，我有想过，我说要么我就用我的本名讲脱口秀就好了，身份证上的本名，但我的本名太土了。叫啥？我的本名叫李俊朗。
还不如张美男呢，你就。哎呀，李俊朗也太直接了，爸爸妈妈，你干脆叫李帅得了，李靓仔，李长得真得劲。就朋友们，你们从李俊朗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我爸妈对我的美好祝愿。同时你也能发现，就心愿说出来呀、就会变成这样，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名字我真的挺难受的。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一些名字，我接下来这段可能有一点点抽象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就是。怎么说呢？我最近我很同情无名指，因为他这个名字起得很敷衍。其他手指都有正经的名字，大拇指、食指、中指、小拇指，他就叫无名。这他的名字就叫无名，就好比说你喜欢一个歌星，叫什么？群星。怎么会呢？对吧？而且其他手指都很有态度、哦，都能单独竖出来，对吧？你真棒。你是谁？你有病。你个垃圾。哎，我愿意，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朋友？我愿意，结婚嘛。我也太委屈了。其他手指都很有态度，只有我在那 Yes I do， 你知道吗？哎，我时常感觉我在脱口秀这个行业里面，我的地位就跟无名指一样，就每场演出都有我，对吧？5个演员里面也有我，节目也上了，但你就是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但你要是问我下一季节目来不来，我说 Yes I do。很高兴为您服务。但真的无名指大家都挺不在乎它的，其他手指都有工作，前3根你可以打响指，对吧？你可以拿笔，可以拿筷子。小拇指小时候拉钩，长大了挖耳屎。就只有他，这辈子就盼着你结婚，比你爸妈都着急啊！就为了戴一个戒指，哎，戒指都有自己的名字。戒指你凭什么叫戒指？你就是一个环。无名指其实应该叫戒指。哇，这个好，这个好。我们无名指真的挺想被看见的，但大家好像不怎么在乎我们。就你们拍合照，你们比的都是什么？都是耶，对吧？就大拇指666，他头都没有露出来。你们不等人齐就拍照吗？你们给无名指道歉。哎，我真想让无名指单独出现在一张照片里。今年过年拍全家福，我就这么拍。拍完，我妈问我为什么要对外公比中指，我说认错人了，比的是无名指，蛮难受的。但我有时候在想，反正都认错，我们以后就比无名指，它还很安全，你对吧？你就比这个，明天你老板让你加班，你就这样。你老板说啥意思？我说收到。Yes, I do。这个班我要加给你，今天我要加给你了。我问 AI， 我说无名指到底能干嘛？他说无名指可以验血的时候扎这根手指。我听完更难过了，但至少有用是吧？我还很兴奋，我跑去问我学医的朋友，我说怎么样，无名指是不是有用？不然验血为什么要扎这根手指？他说因为这根手指没有用。出血了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哦，我当时听完真的万念俱灰，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在脱口秀行业里面，我也就是根无名指。我朋友听完哈哈大笑说：“那挺好，你出事了也不会影响这个行业。”世界上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它在，但你不知道它在有什么用。就我们的存在就是纯在，你知道吗？就是单纯的存在。乐队里的贝斯手，是吧？厕所里的烘手机。但有时候我觉得当根无名指已经很幸福了，朋友们。我为了当这根无名指，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至少能在手上，能放上桌面，你能看见我。你知道还有多少脱口秀演员你根本看不见他吗？你知道我还有多少兄弟还包在这个鞋里吗？ Underground， 好妙啊！
脚趾一个名字都没有，中指都竖不起来，你知道吗？别说美甲，全是灰指甲，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当根无名指挺好的，你知道吧？就这个世界上，他肯定需要无名指。我在想，肯定你没有无名指，你又猜不了拳，你都玩不了15、20，你最多玩16、8，你知道吗？就是。Anyway， 我喜欢无名指，我不知道你会在哪里看到这段视频，看到这个段子，但如果你是根无名指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会有人在乎你的故事的，会有人记得你的名字。我叫鸡翅，谢谢你们。冠军，太燃了，太强了，不是我太喜欢的段子了。哎呦，感谢主，鸡翅太优秀了，怎么会这么优秀啊？太棒了！谢谢叶老师，谢谢。首先你说这个手指应该叫戒指的时候，老师说哇这个太炸了。哦，哇这个好，真的是。哦，我其实还有一个忘讲了。你说。我还去问了很多女生朋友们，然后姐妹们告诉我，其实无名指还有一个用途，它可以用来涂眼霜。哦，这样。天哪，你是个观察家。对，无名指是涂眼霜最多的手指，所以眼霜其实应该叫无名指霜，就是就这些。他要让无名指占据所有的地方，能占据的地方。还有一个《西游记》那个白龙马，也挺像无名指的。哦。因为大家只会说师徒4人前往西天取经啊。对，我感觉他跟那个网约车司机一样，就是。你不会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就是师傅，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太妙了，这些梗，而且我觉得你是个内心多么细腻敏感的人儿啊！谢谢你，谢谢。好细腻啊！这个讲了多久啊？这一篇？这个其实就是去年淘汰完之后，然后对。有感而发。是自己哭的时候突然戳到了眼泪。啊，真的。哭的时候，哎。啊，对。上学的时候学课文的那种什么以物言志啊，借物喻人那些时候吧。是。我觉得通过这篇稿，你就不可能再是往年那个不温不火的鸡翅了，对吧？你是今年的，然后呢，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但是你会觉得自己就是我写的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是聋了吗？就听不见我的好东西。我其实心里话，我觉得其实线下有非常多脱口秀演员，他们都是没人看见的。我每次我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努力大于自己的收获的话，我会告诉自己，就是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样。对，但是也得这么说，就是太火了，其实也会麻烦，对不对？然后也完全不火也不行，咱们只要保持自个儿不凉就行，就温乎，保持一个温乎的状态。天花板的人生哲学，保温最重要。哎，我有一个发现，这事啊，我认为无名指还非常有用的。真的，如果你经常锻炼，你就知道，就是无名指这个底下这个茧是第一个起来的。哎，我有，对吧？它是5个手指里其实是出力最多的，是。所以你比你想象的要重要的多，你知道吧？牛！所以说这东西吧，没有什么没用的东西，是不是？我真心觉得，多去参加节目。是我今年还是想去。我觉得这真的很优秀，一定要让大家更多人看见你，真的很棒。谢谢，非常优秀，大家哎，谢谢大家，谢谢，感谢。鸡翅，我真的发现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因为他那个无名指这些东西哈，根本就是大家都会忽略的事情，他把一个很细微的一个事情钻研到了极致。鸡翅的那个无名指上升的一个高度，那个结构的巧妙性太妙了。这就是做喜剧专业的表现，就把大家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生出花来。今天不可能露宿街头，目前为止我最确定一期不可能露宿街头，露宿街头就是黑幕。最后一位新人演员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胡雅。希望我不要忘词，写了很多的词，不要忘记。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真的很紧张，因为最后一个出场压力会很大。从那边走过去，从楼梯下啊，加油，大顺，加油，没问题的，加油。
走，哎，加油！然后今天呢，大家就是每一个发挥的都特别好，每一个都很炸。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对我的稿子一直不满意，我从开放麦到现在我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一直在改，所以我在临上场前也改了好几个地方，所以真的就是压力很大。最后一位新人演员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乌鸦。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 ？OK， 你们上过网吗？哦，都上过，还挺时髦的。我也上过，但是越上网就越焦虑，真的，因为我发现我不仅没有高颅顶。啊，精灵耳，我甚至也没有头包脸。头包脸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吧？是长了一张不能喝酒的脸吗？但是没事，你一旦开始容貌焦虑，你身边就会出现解决的办法。比如说，一到夏天，网上就会有各种腋毛焦虑。然后地铁上就莫名其妙出现各种各样的脱毛广告，他会找那种身材特别曼妙的女生摆出婀娜多姿的姿势，旁边还要配上文字说3分钟冰凉无痛，还你光滑细嫩好肌肤，特价只要388，就这个价格真的很诱惑。因为我去了之后才发现，所谓的3分钟冰凉无痛是指脱毛之前的3分钟。这脱毛之前，他会先给你上一层凝胶啊，冰冰凉凉的。真正脱毛的过程啊，真疼啊！就朋友们，你们摸过电门吗？我感觉那天电门他就装我嘎吱窝了。他每电我一次，我就哎呀；他每电我一次，我就哎呀。就朋友们，你们看过给猪脱毛吗？一模一样啊！我后来还去查了一下激光脱毛的原理，它就是光能转为热能，然后烫死那些毛囊。唯一的区别啊，就是猪啊，它不是自愿的。这都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我脱完这边之后，二护士小姐姐跑过来跟我讲说，亲，特价388是一边的价格哦。我说那另一边呢？她说另一边就要原价了，要1888。我真的很讨厌这种虚假广告，因为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就我现在夏天出门搭地铁，我都只敢用这只手拉吊环。不仅生活中全是虚假广告，网上也是。我每次一打开微博，就给我推什么减肥药啊、增高药啊、丰胸药啊，大家千万不要信啊，都是骗人的，我都试过啦。而且现在打广告的方法也越来越五花八门。前2天一个顶流上热搜，我正在全排吃瓜，突然看到一个热评，上面写的是没有想到哥哥居然是这样的人。想当初我为了见他，特地先吃了3个月的美白丸，就想让他眼前一亮。然后下面就会有个人回复他说：“姐妹，你吃的是哪个牌子的美白丸呢？”然后他就会回复说：“来我主页看呢。”怎么会有人信啊？对吧？我吃了3个月之后啊。发现确实是白了一点，但也胖了一点。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美白丸它不会有激素吧？我就赶紧查了一下它是什么成分。放心哈，没有激素，因为全是淀粉。你们知道淀粉做成的丸子叫什么吗？朋友们，叫碳水。我餐前餐后给自己补了3个月的碳水。那能不白胖的吗？
广告，我们就来好好吐槽一下广告哈。我最烦的是微博上的跳转广告。你们有刷到过吗？就是那种你刷着刷着，突然间一张特别小的图片就出现了，然后旁边会有文字说啊哈哈哈，也太好笑了。我心想有什么那么好笑，对吧？我一点进去，啪，给我跳到淘宝说618购物狂欢节，你够不够？然后我就意识到哦，原来这些全是广告，我就学聪明了，这种哈哈哈的我一律都不点开，结果他又给我换套路。前2天我刷着刷着，突然间刷到一条说。姐妹们，我男朋友居然这样对我，你们快来给我评评理呀！我说那我得给他评评理呀，对吧？我一点进去，啪，又给我跳到淘宝说淘宝618购物狂欢节，你够不够？就我也不是不能够，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男朋友到底做了什么啊？对吧？就你知道这种行为有多讨厌吗？你们知道，就你们前段时间听说了翟佳宁跟那个谁的事吗？就那个谁啊？就那个海鲜市场走一走，低价好物全都有。就你们想不想点我？你知道吧？不仅微博上全是广告，短视频也全是广告。我最烦的就是那种复仇爽文广告，就是我正在那刷张凌赫走红毯，你知道吗？刷着刷着，一个洗地毯的视频就出现了，一边洗一边说：“我重生了。”上辈子我最爱的人勾搭了我的闺蜜，他们不仅抢走了我的骨肉，还让我满门抄斩。这辈子我一定要血债血偿。我不由自主就看进去了，看到正精彩，他就说预知详情请订阅此公众号，我就订阅了此公众号，又弹出另一个公众号，我又订阅了这个公众号，对吧？我正在那看到女主刚刚重生，啪，让我充值。他也不告诉你看完一本小说要多少钱。我心想，一本小说能要多少钱，对吧？我熬夜看了一整宿啊，500块钱。真的。就朋友们，你们知道500块钱是什么概念吗？大张伟老师的书《万物自洽法则》在闲鱼上25块钱。谢谢。这些都不是最讨厌的，我最讨厌的就是绿泡泡朋友圈的广告。真的，绿泡泡它是有大数据测算的，它完全知道我想要什么，你知道吧？前2年给我推的都是什么某探、某墨、某搜，这2年给我推什么真爱某网、百合某网、世纪某家园（括弧离异群）。而且他真的太懂我想要什么了，他封面上永远都是戴总那种帅哥，知道吧？要露出8块腹肌，对吧？然后我就忍不住下载了他们的 APP， 注册成为他们的会员，然后发现又是骗人的，因为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帅哥，你知道吧？我一下就来气了，我就找他们客服，我说你封面上那个帅哥呢？为什么我找不到他呀？对吧？然后客服也很淡定，他说：“亲，那个戴哥是我们的优质会员，你只是个普通用户，你跟他是没有办法匹配的。”我一下就来火了，我说：“那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你们的优质会员呢？”他说：“很简单呢，你只需要1年充值8888就可以了。”我一下子就生气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这种生气，真的。绿泡泡这么大一个平台呀，它大数据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差，对吧？我要是有那个8888，我就先去把我另一边腋毛脱干净啦。谢谢大家，我是虎牙。可以，厉害！谢谢。哎，先问一句，赶紧着急的事儿，咱们这节目报酬还可以吗？马上可以脱毛了吗？这边够了。可以脱完这边的了，攒够了，一根一根的攒。
哎，这节目叫什么？这是专门的脱口秀节目是吧？对呀，这节目才发现呀。没有，我们是一个露营的节目。我理解易老师的意思，易老师老感觉这是一个综艺节目，就感觉不是一个就是说会很多专业这种脱口秀演员的这种哈。对，没想到真太炸了，太炸了！你知道你在说那个看网络小说的时候花钱付费的时候，我经历过。看一会儿500块钱啊？我没花那么多，但是当然我是19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就那1个月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在家里就是比较荡，后来就忽然间就刷到了一个写的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就是那种就那种。然后你的脑子里全是画面，然后就看了之后哈，看得特别津津有味，可能我都看了几个小时。哦，您也喜欢这口啊？终于，怪不得刚才同意想演呢，心里有。对，怪不得同意想演一段。我是个记者，我要做社会观察。你看看呀，学到了。这一半。厉害！请不要拿记者当挡箭牌。对。对于记者来说，什么都要了解；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也是这样。没错，对。所以我就在看了几个小时之后，忽然间就没有了，跳转到另一个页面说你要花19块9。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你知道吗？没错。但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鬼心跳，我说我就好奇了，我就点买了，我就看了之后，你知道越看越上头，然后结果又跳转了，告诉说再继续花钱，那已经看了几天了。看了几天了，哇，这新闻挖的可真深啊！不断告诉自己我是记者，对，我是记者，我看还能花多少钱？根问底儿，深度报道，这是深度报道。对。但是真的是，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特别像我这样深度人物访谈记者的话，就是你要一探究竟，你不能浮皮潦草的了解一件事情。这个没有用，是不是啊？哎，是。所以我就又花了钱，又花了几十块钱，30多块钱，你知道，他就又跳转了。看了一阵时间之后，我就不信了，我看不完它，我又花钱。对。我一点不撒谎，我大概是看了将近20多天，将近1个月，我一共花了380多块钱，我到现在都记着。380多够脱毛的了。后来我发现那个小说是什么呢？他写的永远都是霸道总裁和大女主在一起之后，就会发生其他的事情破坏这俩人，然后俩人因为误会而分开，然后永远是他俩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然后又分开。没错，我发现他这样的可以写一辈子，可以写一世，可以写生生世世。对，我后来终于醒了。对，我也醒了，你那小说看完了吗？最后，我跟你讲，那看完的都不是最生气的，最生气你冲到最后，他没写完。他说连载中，你知道吧？真的很让人生气啊！易老师的就是啊，是。但是你看，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在此时的工作中，你说到这儿，我就有可以共情，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这是做社会调查的好处，是不是？对。哎，打您说做新闻调查那一块，我们早就承认这件事儿了。哎，对，我们早就认了，说这确实是专业 ，professional。那是，必须是专业的。行。然后虎牙是这样的，因为那一回演出的时候，是在跟小鹿还说自己怎么这么多次没上，还跟您说了这个情绪的上这过山车。哎，这回上来怎么样了？爽，很紧张，因为我今天是最后一个。哎，其实最后一个是最难熬的，特别是当看到戴高站在场上脱衣服，对吧？然后鸡翅炸场，就是哇，鸡翅上场前我还跟他讲，我说放心啊，你是最棒的，但我不想他那么棒的，其实差不多得了，是吧？对。但虎牙，我是第一次见你在台上情绪这么大的讲段子，可能就是被鸡翅气的，就是对。但是虎牙成功用这种情绪把大家带入到他的那个讲述当中，对，然后跟他一起共情，被激发了，被好的同行激发了，非常好，真的太共情了，谢谢大家，谢谢。虎牙今天真的把观众完全带进去了，然后也感染了大家，就是现场也很沸腾，感觉大家都跟他站到一起来吐槽一切这个广告里面的自己不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棒，很为虎牙感到开心。我很替他高兴，我是衷心的替他高兴，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广东演员老是被打上很多刻板印象的标签，说里面有口音，
普通话说不好，说你们文本太细了，但是没劲儿。但是我就希望能通过自己以及其他队友、其他广东的朋友们的一些表现，能让大家慢慢摘掉这些标签。对，太棒了，不丢人，咱们不丢人，咱们不丢人，真是不丢人。今天每一个都非常的棒。易老师有什么让您特记忆犹新的吗？哪些就是笑点？哪些笑点啊？我好像一直在这笑，我使劲的笑。对，一直笑得好开心。对，我其实是一个笑点和泪点都特别低的人，很棒啊，是个好事啊。对，情感非常丰富。我真的是，所以你知道我在采访中，我会要压抑自己的那种状态的话，变得面无表情的话，我很辛苦的。哦，就有些时候其实挺感动，很想哭。确实，你看，易老师采访是为了那整个那个严肃度才压抑自个儿的情绪的，是不是？看小说就是为了看那些东西，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好嘞。所以说，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就是行使各位权利的时候啦，各位可以写一些你们的建议。可以玩命夸我们，也可以说一些自个儿的宝贵建议。如果您觉得今天晚上笑得很开心，值得肯定，就多多的给我们的5星好评。希望各位可以全面考察，来跟我们一起评分了，好不好？谢谢各位。那么精彩还在继续，各位不要走开，结果马上揭晓。这外卖呀，选到头秃全是雷，自己做饭又容易翻车。可不，现在这饭吧，看着都挺香，但一吃一点也不香。我就想要个不添乱的、简单纯粹的。哎，我这儿正好有个饭搭子，长康100%纯芝麻油。你看人家的配料表多干净，一点别的东西都不掺啊，纯粹的不讲道理。嚯，这个香味太正了。那当然。纯物理压榨出来的油，味道就是正，这就叫纯粹本味。试试，试试。来尝尝，香，这味道一下就对了。很绵长的香味，怎么样？是个好饭搭子吧？确实，不管啥菜，滴两滴，这秩序感就回来了。哎。长康纯芝麻油啊，一心专注纯粹这一件事，反而成了对味的关键。从今天起啊，我的干饭专场，他常驻 C 位了。今天一天从现场上来讲，应该是录到现在为止最热烈的一期，整个表演也非常顺畅。从戴高正开始，整个演出就一直在这个高潮，就没下来过。大顺说，我真的是通过他知道什么叫互动性脱口秀，衔接的又很紧凑。美男今天刷新了我对他的喜剧表演的认知，很期待他讲更多他去旅行的故事。今天是演得非常之棒的啊！大家经过了很多的磨练，包括不是想是炸。那今天更不可能露宿街头了，我发自内心的绝对不会露宿的。首先，我觉得今天不管什么结果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演出非常之精彩，非常好，感谢大家。现在又到了我们阅读评论的环节，但是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规则，这些好评都是您的。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为什么要让伊丽静老师来读好评呢？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好评仅仅是好评，但是伊丽静老师眼里有好评吗？另类解读。我就给你捏个4行吧，说我喜欢易老师这种冷不丁梆梆2拳的吐槽，很有他的个人风格，好厉害，真有品味。一天读一篇 report 的，还点题，开个专场吧。还出声儿，老师，这是他原来写的，不是我自己说的啊。易老师甚至谦虚的少哈了一声。这个5星，戴总帅到我了。哦，霸总是喜剧脱口秀创新，太有意思了。戴高正简直是什么白灵型人格。白灵型人格是什么呀？就是自然，自己就嗨啊！得多上网了，易老师啊。我给他机会了。
宅的。挣不来挣网费了。对。现在网费多贵，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你看，没有生活的体验。我办的自动续费呀。来，5星的。木川。人看着云淡风轻，梗一个比一个爆。自行车那段太炸了，我愿称木川为全场最佳。鸡翅的段子就2个字儿：舒服。不要内耗，你不是无名指，你是大拇指。真棒！好评读完了，差评来了。我先读一个3星的。易立竞老师有点像吐槽秀，语速很快，节奏也很快，经常记不住上一句说的是什么。啊，易立竞老师语速快，哎，真奇怪，是不是？啊，还能这么出呀？这是怎么接来的？来。说您节奏太快了，因为是不是觉得您包袱太密了？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反应不过来。哎呀，谢谢安慰，谢谢鼓励。笑点太多，砸晕了，笑的跟不上。对他可能是脑力跟不上。哎，这么吐槽观众可以吗？也不知道是谁，反正。我这也有一个3星的。啊，又是3星。戴总开场挺好的，有些梗确实挺有意思，不过到后面稍微有点小油腻。哎呦，只是稍微有点嘛，就相当油腻。还是易立竞老师多啊！但人长得真帅。哎呀，这时候不夸了吗？只是真帅吗？没有相当帅吗？那没有。然后不过是脱口秀首秀，敢表现放得开，这点还是值得鼓励的，加油，学长瑞恩。那咱们既然所有的这些反馈都知道了，咱们就有请鱼头人看看今天的结果。鱼头人来啦！你看他摇头了。摇头了啊！正好您是嘉宾，您先看，我们都没看过。本场的满意度它是什么呢？我觉得观众真的很难揣测，揣测，人心莫测，那是人心太深了，没法揣测。不是吧？50，68，多少呢？3、2、1。93%，最高的一次，今天是非常的开心。我这篇稿子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其实是非常满意的。今天现场真的太炸了，大家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都表现得很好。恭喜各位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恭喜！因为今天您来，肯定还给我们福利了，是不是？是的，要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你们的快乐老家。快乐老家。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走吧。哈！天哪！不行了！啊，刷到宝了！是啊，闲鱼上有人出租阳台，说演唱会 VIP 席位带马扎还送蚊香，这都行啊？是啊，底下还有人问呢，说什么能烧烤吗？卖家说加5块钱帮你扇风。还有卖这服务的啊，还很幽默，还有个卖小区保安板凳蹭厅的。那保安能同意吗？卖家说我爸，他同意了。哎呦，这闲鱼人脉真够硬核的啊！那可不，只要闲鱼人脉广，阳台都能变那啥。哎呀，厉害，让你压上。哈，那必须的。哎呦，这是哪儿呀？我的天哪，这个奖励太大了。对，来，朋友们。
哎，这分几个区啊？现在这个区的话是电竞区。哇，我爱电竞。然后那边有台球区。哇，可以。还有健身区，这边还有补给区，吃东西的。哦，现在的网吧这么高级吗？今晚我就住这儿了。看到电竞馆那可有点崩塌了吧？感觉易老师，一个文化人也打上电脑游戏了。你能想象班主任带你去上网吗？这也太疯狂了。小时候不被爸妈打着，不能上这儿来。现在今天请你们报晓，所以大家都自由的玩耍起来吧。去哪？你们打台球？走，打台球的。你台球怎么样，张佳宁？一般吧。大师你会吗？我当然会，小时候就是打台球长大的。开！已经开干了。对，来，老师来，咱一块玩。我不会。没事，咱就瞎玩呗。我坐这儿，你抢位置。这个，这是他，但是这是房主啊。我不就应该是房主吗？啊，对不起，您是房主。血战鸠巢。这是个啥呀？我该怎样呢？这是射击类的游戏，就是有个飞机，咱几个坐一个飞机，咱们几个一会儿要落地，然后要跳，纯不知道啊，老师。你后悔坐在这儿了吗？没有，我不后悔，我愿意跟菜的人玩。玩笑话。问题是菜还得会玩呢，我不会玩，完全纯不会。我怎么开机呀？不是，现在已经开了，咱一会儿就点准备，咱就开始干了。然后怎么干呢？你教一教。我教一教。你看老师摁 W 往前走，摁 W。键盘也不知道啊，老师。W 往前走。走，抬头，别低头，抬头，自信起来，低头皇冠会掉。抬头，老师。老师别往海边走，别往，咱上屋里。老师转一下鼠标。老师别站在那里不动，像个木头。易老师怎么横着走呢？别打他！哎，谁打？你别打他！哎，谁打？不是，我给他扛走。啊，你给他扛，你给他打，你给他扛走，我给他扛走，要不然你走到太费劲了。我这么废吗？老师这里有包，赶紧进屋。我咋弃置书包啊？我咋进屋？有点急眼了。先，没事，一步一步来啊。谁不太急眼呢？不行，汗都出来了，我都不敢跟你们走在一起。我去看看那风景，你们先忙活着。哇，好美！我想爬上树看看。易老师现在挺会玩，有自己的打法，到哪儿了先看棵树，拿这当植物园了。户外。哇，易老师，这是您？对我帅不？帅。对啊。大老师你也来吧。没有，真的我就看会儿，我也不会啊。来，你跟着我一起，显得我不那么笨。大张伟，你不会是吧？我也完全不会。那可以，来吧。这儿有好多东西。你喜欢啥，你就往那库存里面拽。我都喜欢，这个不花钱是吧？你这意识还挺好，老师不花钱。对。然后都可以捡这些东西。套娃能拿走吧？不能拿走套娃。工艺品不行。上车。我咋上车？问 F 老师。啊，跟捡东西一样。你这提示也不看呢，老师。来，车在哪儿呢？哪儿有车呀？大老师在后面有个吉普。老师，你跟易老师不相上下呀，你也在蹲着呀。我也在蹲着吧。你怎么一直蹲着走呀？你好像在埋地雷，老师。摁 F 老师，摁 F， 我知道。这些一看就是不是我最笨了吧？不是我最菜了吧？有人，左边有枪声，看着了吗？看着了。哎呀！哇！咱车让打爆了。我不霍霍你们了。不是，咱一块玩挺开心，老师。我去打会儿台球去。我来打。行，你就打吧。易老师，我告诉你，你要打这个黄色的很难。我从来没打过台球，我就试试看。是真的打进去了。牛不牛？
智神宣传片反复播放。有拍下来了吗？拍下来了吗？这个？结果被吃的全挡了，这个进了，你该接着打黑八了，你再来一个打黑八。这是最后一颗球，进了就赢了。这有啥意思？这拍到了，这干啥？这个全拍到了，所有人在抓这边。为什么呀？天哪！赢球了！大盆，赐予你们接受惩罚吧，去炖周老师和翟老师的脑瓜。咱们愿赌服输，盆哥比谈仔的，我谈周奇墨啊，行，可不可以？可以是吧？我谈周奇墨。去吧。现在就开始吗？去。哎，那有啥东西啊？哎，掉你脑袋上了，你看这是啥呀？你是玩大冒险输了吗？没有，有一个东西掉下来了。使劲啊！使劲啊！我弹了5下了。弹吧。你看人多好。这不是肉。我不吃了，我吃完泡面了，谢谢。哎，你这个衣服不好看，你换一件啊！我就这一身衣服呀。哟，这不错。后面有人，你们还想要跳啊？哪有人？哎，你哎，不对啊！不是你跳不会啊？啥玩意儿？你跳？啥我跳啊？我流鼻涕了，我流鼻涕了。不是，这周老板，这周老板吧？啊，是吧？他感觉到没？没有。他好像没啥感觉。没啥感觉到。周老板那个头太厚了，就他没感觉，我也没感觉。我想那不行，再补一下。哎，吴鼎，你那个什么，那个吴鼎，你刚才看到的人是那谁？你看错了，吴鼎，刚才有人。哎，上我在我这边楼梯下面，来，楼梯下面就是。我来了，打了。我看着了。周老板，对不起。我刚才有点脑震荡。全国从前到以后，没有任何人打过周奇墨，我打，我可以拿这个当吹牛的资本。哎，这人有人打我，快点啊！有缩毒了，跑！哎呦，有人呀！被踩了！哎呀，等会儿，你们先走吧。我们认识路。今天是幸福的一天，我觉得很放松。这个馆里面只有快乐。我觉得有那种回到青少年时期的感觉。虽然外面的世界还是有你作为大人要去承担的一切，但是有这种一点点时光，让你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小孩，还挺珍贵的。友情提示：未成年人不要去电竞馆哟。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今天我们要去春游啦！哎呀，老师，跟着我运动起来吧，出发！哎呦！太惨了，有一点。好心酸呐！各位准备好迎接我们最炸最嗨的一期了吗？来，想吃零食给你安排，有求必应。太夸张了，哇！给！他说我长得像彭于晏，我说这玩意儿我心理压力也很大。网上说我故意卖丑，我发誓，我只是打开了手机的前置摄像头。翟佳宁，菜就多练。你距离成为艺术家还差离个婚去了。就有请鱼头人送上结果啦！哎呦，他说哎呦了，朋友们，
付出的努力。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好，接下来我们玩一个游戏啊，梗图传声筒。臣妾最经典的那句举报检举，机会被私通。呀，这是啥呀？我不上网，你不看电视啊？这个电视这么火啊？老了，我不知道啊。你平时写段子的话，灵感从哪儿来？因为我喜欢，时不时。你别说这种话啊！有没有跟我差不多的呢？没有。不是这种人啊，你不是这种人啊。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详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未播精彩花絮，等你来看。朋友们，一起掌声！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几遍和下的日记，都不知道和我没关系。你装着忙叫你下的这种厉害就不见。我不生气，别跟自己较劲。我爱自己，要爱自己，我要爱我自己。这个世界美得要命，一生就学但其面不自信。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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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来找你去，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不在乎。我不